大家好，我是 FC 加 RZ。那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消防队这个主题哦 ，RS 救援王牌。这个卡组的话，在目前第一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强哦。就这个牌组刚出来的时候，感觉被大家稍微低估了一点，但后续在一些小比赛或是那些金头玩家开练习房中呢 ，RS 其实都不断的有取得还不错的成绩哦。那我自己觉得在天地上使用起来 ，RS 也是还不错的主题啦，所以这边就推荐给大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介绍吧。那这个卡组的话，分为 RS 轴，然后还有篝火跟炎灵的这个轴，然后和黑魔女轴。那先讲篝火和炎灵的轴，还有黑魔女轴哦，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在蛇眼的影片中都有提过，所以我们就不再重述效果，我们只讲一下它在 RS 这副卡组的应用。首先是篝火跟炎灵的部分，篝火在这个卡组里面只找炎灵，因为我们没有放蓝色的蛇眼，所以我们唯一的检索对象就是炎灵。那为了避免炎灵复数跟篝火一起上手，就是假设你只放一只炎灵，然后你同时抽到篝火加炎灵这种状况发生，那你手上篝火就不能开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带了2只炎灵。但炎灵抽上手，说实话对 RS 来说也不是强卡，因为这个牌组很吃通招的关系，所以篝火开才是就是最好的方式。好，那再来是魔女轴。那魔女轴的话，就是投入了通气令跟黑魔女。那因为下个表通气令限2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带2个通气令，2个黑魔女。那黑魔女2到3都是 OK 的。黑魔女和炎灵的检索对象就是最宝魔线的话，我们是带了这个反叛，然后还有原罪宝。那先手的话基本上都是找原罪宝，那后手的话才有机会是找反叛，但大部分状况下其实都还是优先调度原罪宝，所以我们就看手牌。反叛这张卡片的话是在 OCG 的 RS 比较不带的一张卡片哦。那但 MD 的话，因为你会遇到牌型种类很多，那你后手当你同时有篝火跟黑魔女的时候，你会希望两边的牌效都打满，所以反叛就会变成一张可能要考虑带的卡这样子。那再来是原罪宝，原罪宝的话，我们平常都是跳小蓝或小绿，那这边是就是跳炎属性等级1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去调度消防栓。对，这个卡组的黑魔女和这个炎灵都是担任一个调度消防栓的角色哦。那再来我们就进到我们这个卡组的主轴 RS， 就救援王牌。RS 本价部分我们是带了2个消防栓，然后3个这个4星，然后2个8星跟1个9星大哥。那魔线的话就是场地有带，然后这4个魔线就是 Rescue、Alert、Contain 跟 Extinguish。就各带1张，因为你没有很希望他上手。那最后是这一次新增加的 Emergency 哦，就3张。那这个卡片的话非常非常强，所以我们就直接带满。那接下来我快速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主题的效果。首先我们看消防栓。那消防栓1效果的话是场上有他以外的 RS 怪兽的话，对方就不可以指定这张怪兽作为攻击对象，也不能指定作为效果对象。那这个第1条效果，你身为 RS 的对手一定要注意。然后2效果是1张透过 RS 效果覆盖的速攻魔线，可以在当回合覆盖发动。那这个卡组你要去触发这件事会有2种，一个是用 RS 9星大哥盖的，就盖4，然后另外一个是用 Emergency 的2效果去盖的。就这2个。那你自己下消防栓，然后手盖 RS 的陷阱，这个是不可以在当回合发的，因为它不满足它第2条效果。好，那第3条效果是它的主要效果，就检索1张它以外的 RS 怪兽。那简单暴力是这个卡组的一个启动点，但它单卡其实做不太了太多事。那再来是4星，那4星也是一样，很简单，就召唤特召的话，找1张 RS 的魔法。然后对手如果发动场上效果的话，可以解放手牌或场上张卡片发动，从手牌跳1张它以外的 RS， 基本上都是用1效果。2效果的话，只有很少数的状况下会用到，因为4星是启动点，所以你把它从手牌送掉，然后去跳另外1张 RS， 基本上是亏到不行的，所以2效果很少用。那只有他后手的时候下来，然后发效果，可能对面发了什么怪兽效果，那你再连锁把这张卡解放掉去跳手上，这个才是比较有可能的。所以基本上就是1效果，大家知道就 OK 了。那1效果主要检索对象就是 Emergency 紧急。那
如果你手上有紧急的话，一般我们都会捡这个 alert， 那就大概就是捡这2张卡片。那在 T3 的时候，这张会去捡这个消防队的场地去做资源重置的一个动作，所以这张卡就担任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调度 emergency 然后 alert 跟这个场地这样子。那再来是8星，8星也是这次新加入的卡片。那8星跟 emergency 这2张卡让 RS 这个卡组变得很灵活很强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它的效果。首先一效果，代价除外一张 RS 卡片可以从手牌特殊召唤，那除外怪兽、除外魔法都可以。那但是因为它的3效果的关系，所以一般我们都会除外你想要跳回来的怪兽。好，那2效果是场上有其他 RS 怪兽存在的话，它会有一个2速月输的效果。那要注意是要其他 RS， 所以刚开始玩的玩家千万不要做出什么手上有那个4星跟8星，然后你就在对手回合用4星跳8星想要盖对手，这个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要注意。嘿，好，然后3效果是被送目的话，可以从除外区跳一张 RS 回来，就它以外的8星以外的，因为 RS 现在每只等级几乎都不同，只有一个等级重复但那个重复等级的不会带，就有一张捡陷阱的。对，捡陷阱那样不会带，所以基本上你现在会投入到卡组里的 RS 等级都不同的，所以你就记跳它以外的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是这个9星大哥，那9星大哥的话是除外2张，刚前面8星除外1张嘛，那这个是除外2张。那2效果的话是可以在主阶的时候发动，那从牌组盖最多4张魔线在自己场上那它是要速攻魔法或通常陷阱，所以你是不可以盖那个场地的，这个注意一下。那我们所有期待的这个本家魔线都是可以盖的，所以基本上就是5种去选4种去盖。那同名卡只能盖1种，这张卡非常强就是你 RS 仙宫主要的战术目标就是靠这张卡片去盖4张后台出来。那就不管怎样，你都会希望这个效果去通过，所以这个效果千万不要拿来做骗坑的动作，会很蠢，因为这是你的主要战术目标。那再来3效果是你场上的其他卡片，因为对方效果从场上离开的话，可以炸1张，那是指定的。这也是这个大哥的隐藏效果有时候你对手可能会先做个什么鲜花，然后去炸你其他卡片，然后就会被这个卡片再多破坏这样。那再来是这个 RS 剩下的本家魔线那首先是这个场地，那场地的话，1效果对方有怪兽的话，场上 RS 加500，那要注意是要有怪兽才会加。然后2效果是可以追加通招1次 RS 怪兽。那3效果是可以从除外跟墓地的卡片选4张 RS 卡，然后洗回去，洗4抽1。那主要是拿来在 T3 的时候重置资源让你可以完成斩杀或是再做1次定场这样子。对，这张卡片我是推荐带的，就不带的话很没续战。剩下的本家魔线他们在规则上都视为 RS 卡，所以不用怕它没有自断。那好，那首先是 Rescue 就复活自己墓地1只 RS 怪兽，然后如果你场上有消防栓的话，可以选择对手墓地1只怪兽复活。那这些本家魔线就是 Rescue Alert、Contain 跟 Extinguish 这4张卡片的话，它都有一个追加效果，就是你场上只要有消防栓的话，就处理的时候有消防栓，那就会有一段追加效果，或是你可以发动它额外的效果。那再来是 Alert 是从墓地捡1张 RS 怪兽，那场上如果有消防栓的话，也可以选择从牌组找1张 RS 怪兽，那这张卡是非指定的就是你在处理的时候才选择从墓地拿或是从牌组拿。那你只要处理的时候有消防栓就可以触发从牌组拿这个效果。好，那再来是这个 Contain， 那你自己场上要有 RS 怪的话才可以开，那可以选择对手场上1张效果怪兽为对象发动，那张怪兽不能攻击，效果无效化，然后有消防栓的话就不能当素材。对，那这张卡是 RS 主要的一个阻抗那尽量都让它触发到消防栓的那个额外效果，因为你让它触发消防栓额外效果，对手才没办法有效的去利用那只怪兽去做进一步的展开只有用什么黑魔女或原罪宝把它吃掉才能用。那最后一张卡是这个就 Extinguish 就炸卡，那一样要有 RS 怪才可以开，然后只能炸效果怪。那消防栓的追加效果是这个回合对手没办法发动跟你炸的那一只怪兽同名的效果。那假设对手下了一只那个皮尔利，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炸掉。那之后它所有的小白都不能再翻卡或是喊效果。那一样跟前面那个 content 一样，就是我们尽量都要让它去触发到消防栓的那个追加效果。那在面对蛇眼的对局的时候，我们比较尝试拿来去炸炎龙。好，那最后一张我们讲这个 emergency 哦。那这张卡的1、2效果可以各用一次。那1效果的话，可以从牌组手背表示跳一张 RS 怪，然后之后从手牌或场上解放一只 RS 怪兽。那这个卡片的话，就是先跳，然后再送，所以你是可以把跳出来的那一只送掉的。那常用的操作就是拿去躲无效系之类的，就比如说你发消防栓效果啊，然后或者你发4星效果，或者你发大哥效果，然后对手炮赢你就连锁这个，然后去跳另外一只 RS 怪兽，然后把场上那一只被他指定的去送掉，这样你就2个效果都可以用到。好，那要注意它是手背表示跳，所以你不能在站阶的时候跳出来补刀，嘿，没有那么强，这个要注意。然后2效果是从墓地把这个卡片除外，然后选一张你自己墓地其他 RS 陷阱，可以把它盖回来。嘿，那用这个效果盖回来，你就可以，假设你常常有消防栓的话，你当回合就可以开，因为消防栓的那个2效果。那主卡组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啦。那剩下的我们讲一下，就是现在 RS 比较流行的是走这个百头龙轴，但是我们只带幻兽机。那百头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出额外的鲜花，那不带喷气，因为一来喷气有多费劲，二来喷气出的红光加赛车会被超融合。那假设说你要带喷气的话也可以，那我们就不要走红光加赛车，我们可以选择在对手去做加速同步的一个套路。那个套路的话，这次影片不会介绍，大家可以自己再研究一下。那样子的话，我记得是比较不会被超融合的。那现在这个单带一只猎户座去做鲜花护航的是现在 MD 比较流行的一个打法啦，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金头玩家会选择的一个构筑哦。好，那剩下的手坑的话，选择带的是这个 PSY 伽马，然后还有陨石跟基本的灰居。那这卡组手坑不是特别多，后手基本上是靠大系统去做突破啦。那就带这种大牌也是比较容易卡去蓝亭的。那这卡片的话，在这个版本评价还蛮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RS 大哥的盖卡常常是可以躲掉无效的，但这个卡片不好躲掉。那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会选择白头龙的关系，因为 PSY 头开始流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可以扛 PSY 头又可以扛陷阱，就是无限炮影的卡片。那神功就不能扛无限炮影，然后妖精或是那个马语者的护航又不能扛这个 PSY 头。好，2张都可以扛的就是鲜花，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用白头龙去出鲜花。对，那这就是现在大家会带那个白头龙去出鲜花的原因啦。那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蛇眼会用到的额外哦。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路障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机械组，就是你把2个非机械组怪兽搓成机械组，然后跟你场上的另外一只机械组去做白头龙。那妖精的话，大部分状况就是拿来做抗指定的，但有白头龙我们尽量都出白头龙啦。那妖精大家就可以自己灵活去运用。那要出妖精的话，都要先过一个Link 2才行。好，因为 RS 本家其实是没有2星的。好，那剩下都是蛇眼常用额外，我们就不多讲了。那首先我们先带大家看一场先手的对局哦。那我们这边起手是黑魔女跟篝火，那我们选择先动黑魔女这边，就重狙比较不会那么痛。然后盖原罪宝，发原罪宝效果。这里对手连锁挥流。那假设我们这边移除抽1，就通气移除抽1，没抽到有效卡的话是动不了的。因为我们篝火只能找炎灵，炎灵只能找原罪宝，但原罪宝开过。好，那这边运气不错，抽到4星哦。那这里篝火找炎灵，然后发特招效果跳下来，那效果把原罪宝找回来。那这边通招，然后就减 emergency， 4星单卡基本上就是减 emergency 了，然后跳消防栓，消防栓效果再去减大哥，这样就满足了目的2张 RS 卡片的条件，就可以从手牌特殊召唤大哥。那因为场值只有
2的关系，就出大哥前场子只有2的关系，所以我们没办法先做白头护航。不过也没事，反正大哥通过了。那这里盖世哦，盖世的话就是盖这4张，就是除了 emergency 以外的4张。那如果有时候你不需要开张 alert 的话，你也可以把这张换成 emergency 或这个 rescue 换 emergency。基本上就是这2个陷阱是必盖的，这2张卡片跟 emergency 是3选2。大哥全部盖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操作，就是要你选排顺序。那你这边你只要按右键取消，它就会自己帮你随机打乱。好，那这里因为消防栓效果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开 alert， 然后常有消防栓就可以直接减8星。那这里我们就接着展开哦，先出成粒子球，然后再出这个路障，然后就都变成机械组。第一回合先过粒子球算是一个好习惯，就不管你是蛇眼系或是 RS， 这样下一回合对手就算反盖无效系，也不能连锁你的消防栓啊或是蓝蛇眼啊去开效果这样。所以第一回合就算你展开不需要，也尽量先把粒子球过到目的去，比较好。好，那这里百头龙升3个毛，然后之后解放百头龙跟自己，然后去出猎户座，然后出加速同步星辰龙。好，这里就把猎户座跟2个 token 去做加速。那加速同步星辰龙的话，尽量还是连锁一下这个猎户座的效果，就是做一个护航，就防一下巫夫啦。就之前我原本都不会防，因为我觉得根本不会中巫夫，但有一次中了就很尴尬，就一只这个8星站在场上，所以大家还是 C1 加速星辰 ，C2 设一下 token 这样。反正这里就解连锁。然后2星拉回来去出鲜花，然后鲜花记得把这个 token 炸掉，不然会被超融合。我之前有一次没炸掉就被超融合，所以不要贪这个 token 的场子。对，那这里对手是先捡魔女，然后魔女丢炎灵。那一般如果这个魔女喊效果没有丢炎灵的话，我会考虑鲜花扛掉，不然他魔女盖那个瞪眼也是把你推到后台去。对，但他这边有护航就算了。原罪表的话就让他通过没关系，反正我们无效就直接给小蓝。好，那他这边小蓝就不可以再当素材了，因为这个无效的附加效果。反正这里篝火也不管他。这里在捡原罪宝，我原本以为他总要有场地，结果他是个皮尔利，好吧？那这里发皮尔利效果的话，我们就直接炸他，对。然后他要发完球去保这个皮尔利的话，我们就用鲜花直接把他扛掉，不要让他保。这样子的话，这一回合就不能再发皮尔利的翻牌跟变身效果了，就算是不同支也不行。好，那我们就加速一下。但是我的朋友找3张卡，那跳小黑的话，我们就目的 rescue 拉起来，然后把小黑盖起来。因为手上还有陨石的关系，所以他就不太可能过来。那下回合基本上就斩杀了。那对手回合你把4星拉回的话，一般我们会捡这个场地，但因为我手上有的话，我们就捡 emergency， 看状况。对，喜事抽1。这边就很简单的啦，就随便打都可以。就火灵死，然后拉他的怪出连马就斩杀了。那接下来带大家看一场先手展开的范例。大家只要记住，我们玩 RS 的时候，就是核心战术就是保那个大哥通过这样。那这里通招炎灵，然后找原罪宝，然后出粒子球，啊贴这个炎灵回来，然后原罪宝把炎灵吃掉，去从白组跳消防栓，然后消防栓发效果。那这里对手开炮以后，我们就连锁这个 emergency 去躲。
基本上我觉得通招炎灵是一定会去教无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教啊，他就想扣后面，那这边就被惩罚了。好，那这里再找一个 rescue 哦。那这里我是可以选择 rescue 拉这个消防栓，然后一样跳大哥去做展开的。那我盖出来的魔线，比如说Alert，我就可以来这一回合直接开。但我这里会选择另外一个展开方式，不会贪，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哥一定要通过。所以我们 rescue 直接把消防栓拉回来，然后出路障，然后这边直接出白头龙。就这里对手不管是陨石啊，然后或是什么炮影啊、无效啊，就全部都要在这边交出来。对，然后百龙发效果去跳换手机，一样想做一个鲜花护航。那这里中劈头，那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就买到劈头了。虽然我手上有灰流，所以基本上是不太怕这个劈头了。不过我们还是就打稳一点，这样。好，真的这里大哥盖4哦，最后再把手上的指明者盖下去就可以结束这一回合。这种只剩4张牌的话，其实是保过我们这个。好，这里他发融合，我就连锁一下 emergency 去跳8星，然后拉除外区的消防栓回来。好，那他这边锁链魔效果就是直接连锁指明者把它吃掉。那对手觉得过不来就直接选择投降了。好，那这把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说我们 RS 在展开的时候一定要。先攻，你刚开始玩，你一定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管怎样都要让你的大哥通过，就是保大哥通过是你的战术核心啊，所以尽量把大哥就是压到最后一动再去跳，不要那个前面就先跳下来想要摊大场或是多开一个 Alert 之类的，这个是比较不好的选择啦，就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这样。那看完了先手对局，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后手的对局哦。好，那这把手上是消防栓，然后 emergency 跟灰流还有4星。你这边对手特殊召唤黑魔女，要么 RS， 要么这个蛇眼。那他在通招蓝蛇眼的话，基本上就是蛇眼的啦。那因为他已经盖原罪宝给我看的关系，所以我是不可能去挥这个蓝蛇眼。对，我们就把灰扣到解放那边。试图去缩小他的场面啊，但这边灰被吃掉了，运气不太好，手上2个灰，另外一个灰也烂掉了。OK， 那这里对手就打完了，我们就加速一下。看起来他可能是同步走的蛇眼嘛，不是很确定。但同步走的话，他应该也可以触发同步走，所以没看明白他为什么只做一个游走经过。理论上他这边如果不是同步走，应该可以做筹码，但是同步走应该可以做同步走才对，就可能有点失误吧，不太确定。好，那这边右手进个指明者就比较有机会反打了。那第一动下4星，好，对手诱发场地跳 IP。那这里的话，我们理论上会去捡场地，然后让消防栓可以做追加通照的动作。这里就开场地，那这里其实比较怕被他明神啊，不过他这里是选择出神功，那我们就比较有突破机会。然后炎龙的效果的话，我们就直接用指明者把它吃掉。对对手来说这边还是比较伤的，因为加攻加500的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消防栓只要有骗到神功的效果，我们的4星就可以把它神功打掉了。这边对手神功不选择康，那也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跳8星。对，跳8星的话，他就一定要扛了，因为我们比他大只。好，那这边就直接近战阶，把这个神功敲掉。好，主2出火灵使去逼他救机哦，那他这里救机势必要起跳。那我们就可以发火灵使的效果去减炎灵。对，眼灵特招，好效果，直接找一个推哦，把他救机推掉。因为我们这边如果用炸的把他救机炸掉的话，目的的游走金还会诱发再去炸我们这样卡，有点烦，所以我们直接用推的。
那 Emergency 的话，把8星解放掉，可以把除外消防栓跳回来，然后帮大哥盖4的效果，就反盖4张这样。有 RS 的话，后手有时候你没办法杀掉，要靠站接的话，我们就还是可以选择反盖4张。好，这边直接开 Rescue 哦，把他墓地的魔女干过来，因为我有消防栓的关系，所以可以挑他的。然后出路障。这里就可以出白头龙了，然后再去出一台鲜花反定，那我们就加速一下，都加速龙的星痕，然后出鲜花，鲜花效果把它场地炸掉，随便场地很烦，所以尽量还是直接把它炸掉比较好。最后用原罪宝跳消防栓回来，然后洗4抽1，运气不错，抽到一个分子狙。对手第一动魔女，我们这边丢狙，先洗回去抽1张。这里都不选择广，因为对手目的有粒子球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指定无效或炸卡不要交在他的Link 1上面。然后鲜花这里延龄效果我就直接扛了，因为你不扛他就减那个推，把你推到后面，所以不扛白不扛，一定要扛。这边对手出火灵石，复活我的话也不太想理，我们就挡那个后面大只的Link怪就好。对，因为它炎龙是没有效果的，它上回又被我们指灵，所以这边都不用急。好，那这边对手选择投降哦。我们后来还有2张盖卡的状况下，他是不太可能过得来的。他是因为时间到，好不重要，反正这把我们手上还有校分，所以他不管怎样都过不来。好，那大概就这样。对 RS 后手突破的话，一样就是可能先动篝火或是黑魔女那边去骗挡，然后最后靠本家这边去动。那如果要先动本家的话，有4根消防栓，我们可能比较常会先下4，因为4可以减场地，再下消防栓这样子，就是尽量让你自己场上的怪值去多一点。那你手上有 alert 的话，也可以下消防栓，因为消防栓被挡，你可以 alert 一样去找牌这样。好，那8星在后手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啊，就尽量妥善去运用那张卡片。就他可以进场可以盖怪，然后送木又可以跳一只回来，对对手来说是一个很棘手的存在啦。那实战讲解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啦。那 RS 这个卡组的话，它额外其实有很多选择哦。那后手的话，我们除了刚刚影片中看到的，就是你反定盖4以外，你也可以选择走那个暗灵石、火灵石啊，然后出魔王后再出连马去做斩杀。那旧机游走进四海龙那个套路，其实 RS 也可以考虑放，只是目前因为额外很挤的关系，所以没有选择去放。那大家可以再评估一下，我觉得那个套路也很强，只是有点放不下。那如果你想要放游走精跟那个四海龙的话，可能可以考虑把魔皇后跟妖精啊，或是神功之类的。那妖精的话，在这一副也有一个特别的用法，就是当你幻兽机上手的时候，你可以用路上丢下去，然后用妖精把这个2星拉回来，然后搭配手上的8，有时候就可以直接出鲜花这样，所以这是这套妖精采用的理由啦。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评估这样子。那这个卡组的话，现在已经很强了，但还不是完全体哦。5月的时候会出 SP 小叶，那个卡片对消防队来说有很大很大的加强。那到时候可能就可以考虑不用采用就白头龙这个走啦，就小叶的话就可以做到比较简单的防无效，然后因为4洞内的关系，可能也比较不会中陨石这样。到时候可能构筑会有一些变化啦。那这个是目前 RS 我们比较流行的构筑，大家可以先抄去，然后就做练习一下。那这个卡组还是比较难的哦，就大家可能要多玩几把才会去熟悉它的运作这样。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时光再询问。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 JRZ，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